待二人回到太晨宫的时候，已经满天繁星。念夏后在大厅见东华和凤九回来了，肩头趴着滚滚，赶忙上前去。念夏见过帝君帝后，免礼，赶紧带滚滚去休息吧。凤九轻轻地将肩头的滚滚慢慢过到念夏的手中，今日他玩累了，带他去稍微梳洗一下，让他好好睡吧。是，帝后。念夏接过滚滚，便带着他去了续瑶殿休息去了。念夏抱着滚滚走了过后，凤九也松了口气，今日还真是有些累了，转身对东华说道：东华，我们也早些休息吧，我今日有些累了。好，那就早些休息吧。东华牵着凤九回了寝殿，利落地收拾下，便各自安枕了。翌日，东华晨起准备去书房处理日常事务时，凤九感觉到了动静，也跟着起了身。东华本打算让他再睡会儿的，谁料被凤九果断地拒绝了。九儿，时间尚早，你再休息会儿。不了。凤九边整理自己边说道，还去衣橱取了帝后的衣衫，与东华是配套的，我昨日已经说过了，我要向你学习的呀。凤九冲着东华笑了笑，你也快点吧，免得让众仙家久等了。我以为你就说说而已。东华倒是觉得意外了些，青丘女君说话一言九鼎，怎会只是说说而已？凤九严肃了起来。好好好，走吧，去书房。走吧。东华牵着凤九离开了寝殿，径直去了书房。太晨宫书房内，众位仙家已经在等候，司命也在一旁候着。东华和凤九走了进来，众仙家和司命行礼，拜见帝君帝后。凤九松开了东华的手，绕到了侧面的岸边，安静地坐了下来。东华直接看了看凤九，直接去了正位边坐了下来。司命地上今日要商议之事，东华抬手接了过去，还望了望凤九的方向，看着他表情认真而又严肃，东华禁不住笑了笑，惹得众仙们都疑惑不已，有的甚至开始交头接耳，挤眉弄眼的都出现了。咳嗨嗨。东华轻咳了几声，便开始了正事。东华今日讲得格外细致了些，估计是因为凤九在场吧。凤九呢，听着也仔细，还不是做着笔记，分外认真。时间不知不觉都已经过去了2个时辰了，东华这边也讲完了，凤九那里也记录完了，众仙家退出去，司命也跟着出去了，书房内还留下了东华和凤九2人。东华慢慢起身，凤九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东华正慢慢走了过来，还在研究着刚才的笔记，双眉紧皱，还不时动笔写了些什么。九儿，已经好些时候了，歇会儿吧。东华在凤九身边坐了下来，拿开了他手中的笔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我刚刚想好怎么解释你说的那句话。凤九有些着急地说道。休息会儿。东华又重复了一遍。不行，我怕我会忘记。休息。东华严肃了些，凤九应该是听出了东华的语气不大对了，才抬起头望着东华，讨好似的笑了笑。好好好，我休息会儿。不过我今日倒真是听出点东西来了，我稀里糊涂的就接了东荒女君的位置，从前学堂里也没有学到什么，家里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教过我该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女君，今次在你这里倒是真真切切的学到了点东西，东华谢谢你。凤九有些手舞足蹈，居然上手捏了捏东华的脸颊，让东华有些措手不及。凤九见东华的表情，才反应过来，刚才的动作似乎有些不妥，不好意思的笑了。学到东西就好，不然估计你要和滚滚一起去学堂了。东华也回手捏了捏凤九的脸颊。知道啦，我会用心的。凤九吐吐舌头，以后你的书房分我一半，可好？九儿，这是打算发愤图强了？凤九一听就不乐意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有开玩笑，你再如此说，我便搬回青丘，在青丘办公，你自己住在这太晨宫，过你的清静日子。你这是威胁你的夫君吗？我可不敢，我管不了你，我管得了我自己和我儿子，我带着儿子回青丘住去，你总管不了吧？我也去。凤九嘴一嘟，看我心情。好啦，听你的，你想学什么？有什么不懂的，需要问的，我都倾囊相授，可好？凤九转脸就笑了起来，如此甚好。那明日便回青丘住吧，我们一起，我已经交代了司命，简单他处理，拿不准的，他会将政务送至青丘于我。真的吗？
凤九觉得这效率有点高，难以适应。东华点点头，明日就去。好，那我也让念夏收拾收拾，带滚滚回青丘。凤九又重新取回了笔，不过现在我要先把这点东西写完，你旁边休息休息吧，我等一下给你做好吃的。凤九挥了挥手，示意东华边上休息去。看着凤九如此认真的模样，东华也是无奈，只得乖乖地坐到一边，喝杯茶，等着凤九。翌日，东华带着凤九，念夏抱着滚滚便回了青丘，住进了狐狸洞。米谷除了守护狐狸洞的任务，又多了一个新的挑战，那就是帮着念夏带滚滚了。这一住便是半年之久，小家伙走路也利索了，渐渐开始学着识文断字。东华下棋时也会带着滚滚在一旁观棋，2周岁还未到的小家伙居然也能识得棋局的套路，让东华和凤九着实惊讶不已。就算是东华样样精通，也吃惊于这小小年纪才刚懂人事的小家伙的脑子好使得很。这不，凤九在书房处理着公文，东华又在与自己博弈。小家伙没有缠着米谷去蘑菇集买吃的，而是安静地坐在东华的身边。有时东华还未下手摆放下一个棋子时，小家伙居然自顾自地取出一颗棋子摆放到了东华想要摆放的位置。东华总是会抬眼摸一摸滚滚的头，笑一笑。凤九处理完了公务，走了进来。东华、滚滚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谁知道东华还未回应，小家伙抬手食指做虚状，稚嫩的童音冒出来几个字：娘亲，不要说话。凤九只要闭了嘴，坐在了父子俩身边，安静地观察这一大一小的翻版。无论是从外貌还是神情，这小的都像极了他的父君，俊朗的眼眸，柔顺的银发，再配上一袭紫衣，呵呵，真如复制一般无二。终于一盘棋局结束，东华抬起头来：九儿，你的公务处理好了？好了，所以来找你们，谁知道你儿子还不让我说话了。凤九故作委屈状。东华看看滚滚，笑了笑：他倒是学得挺快的，我看啊，你下棋都不一定下得过他。凤九噗呲一声笑了，我说，我亲爱的夫君，你想吹捧你儿子也先想想可好。这小家伙才多大，还下棋，我还下不过他了。你还真是小瞧你的弟后了吧。凤九笑着挠了挠滚滚的头。你不信？东华反问道。必须不相信。凤九笃定地回答道。东华没有继续与凤九的对话，而是一把将滚滚抱起。滚滚，你愿意与你娘亲来一盘棋吗？小家伙仰起头看了看东华，点点头。凤九摇了摇头，有些无语。你们父子俩就可劲气我吧，下就下，难不成我还怕了这小家伙？他连说话走路都是我教的。既然如此，下一盘也无所谓，全当陪他玩一玩吧。行。凤九卷了卷袖子，整理了棋盘，来吧，滚滚，娘亲让你5个字可好？不要。小家伙不知道有没有听懂让5个字的含义，倒是一口回绝的干脆。凤九凑近了滚滚，学着滚滚的奶音说道：不要啊，那可不要怪娘以大欺小哦，不过也不怕，你有你夫君帮忙，来吧，娘亲陪你玩一玩。来吧，我不插手。凤九白了眼东华，来就来。滚滚，你先来吧。2岁不到的小家伙学着东华的模样，落子取子再落子，倒是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刚开始凤九对弈如此孩童自然得心应手，可下着下着，不知道是太过情敌了，还是棋艺本就不精湛，越来越吃力，最后自然也就输给了滚滚。凤九觉得不可思议，盯着东华：你老实说，你有没有帮他？东华一脸苦笑：我冤枉啊，我可没有，我说过你不一定下得过他。你确定刚才是这个小家伙跟我下的棋？千真万确，比珍珠还真。东华点点头说道。凤九大惊一大喜，指着滚滚对东华说道：那他岂不是凡界所说的神童？东华笑了笑：神不神童，我倒是不知晓，我确然看出来，这小子倒是蛮有慧根的，将来说不定比你我更甚。凤九闻言抱着滚滚转了个圈：哎呀，滚滚，你可替娘亲在你外公面前长脸了，我的小滚滚厉害了。九九，放我下来，成何体统？又一次语出惊人，东华和凤九都惊诧了些，这成何体统谁教的？说得如此利落，还真是挺像那么回事。看来可以给这孩子找个师傅了。
东华语重心长地说道。如果真如你说的，很有慧根，我导师也赞成。凤九点点头，收敛了刚才的脾性，坐了下来，严肃起来。是夜，狐狸洞凤九的寝室内，东华正就着烛光看着书，凤九已经躺下了，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东华也被凤九的举动搞得乱了看书的心神，干脆放下书，躺了下来，将凤九揽在怀里。九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凤九干脆睁开了眼睛。是有事，我在想你白日里说的话。我说的话？我说了什么？凤九动了动身子，朝向东华说道，白日里你说要给滚滚找个师傅了。我就是在想这个事情。你也赞同？东华本以为白日里凤九只是说说而已，他会舍不得送滚滚离开自拜师的。凤九点点头，我赞成。其实我也仔细想过，男孩子不能太惯着，你看从小是个女孩子，我还不是跟着姑姑和四叔混着，爬树打架，啥都不耽误，还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。嘿嘿，我这么说倒不是希望他会像我如此胡闹，倒也无需太过娇生惯养，所以我想还是按照青丘的来，放养，拜师就拜师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对吧？或者我们可以去看他，如此也好。开始我还担心你会舍不得让他离开我们身边。怎会？我想你对他的爱不比我少，既然你提出来了，想必你是为他做过打算和考虑的。我不会懒着，更何况无论去哪里都不会出了这四海八荒，不是吗？凤九这回倒像是开了窍似的。那他若是不在，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呢？不会呀，还有你在，况且我现在过得很充实，每日忙着东荒的政务，没事去寻一寻，也挺好的。凤九显得有些自豪地说道。那就想想让他去拜师吧。东华也点点头，说道。好，你可想好让他拜谁为师？凤九仰起头，望向东华，问道。你觉得谁比较合适？东华也动了动身子，想听听凤九的见解。凤九想了想，我觉得可能墨渊上神比较合适，可是我又觉得他比你还板正，折颜岛也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凤九突然灵机一动，东华，你说要不让滚滚同时拜他们二人为师如何？他二人？为何？东华一手抱着凤九，一手枕到了自己的头下。你想啊，他们二人正好是互补的性子，滚滚要是拜他二人为师，倒也合适得很，不至于太过板正或者太过吊儿郎当的，又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，一举两得。哎呀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凤九开始有些飘飘然了。再说了，老凤凰那么喜欢滚滚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那你怎么觉得墨渊上神一定会同意呢？墨渊上神？凤九反问的语气拍了拍东华的胸膛，那就更加不用担心了，有少婉姐姐在，她那么想让滚滚当她的女婿，自然是很喜欢我们滚滚的。少婉姐姐如果都同意的话，墨渊上神也不会说什么，自然也就收下了我们滚滚啦。我肯将我儿子送过去他昆仑虚拜师，那是给了他面子，他还有拿瞧的，真是笑话了。东华不以为然地说道。凤九听到东华说的话，不由得笑了笑，还忍不住上手捏了捏东华的下巴。东华，你是不是你的儿子是最好的？你怎么如此自信？我相信滚滚，因为他是我与你的儿子。东华一本正经地说道。王婆，凤九小声嘀咕道。我还认为我的帝后是四海八荒最美的。东华补充了一句。好端端的，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？不跟你说了。凤九将头埋进了东华的怀里去了。东华倒是来了兴致，脸上出现了一抹坏笑。九儿，你可是在暗示些什么？凤九好奇地抬起头，暗示？暗示什么？你说呢？东华不由分说，一吻封口，开始了攻城略地，让凤九没有一丝回应的余地，直到二人累了，沉沉地睡了过去，才又恢复了一片安静。次日，凤九尝到了东华无事献殷勤送上的桃子，味美可口，只是凤九不知道它的功效罢了。也许凤九不问，东华必是不会说的了。接下来几日，凤九和东华空闲时，都是有意无意的跟还懵懂着的滚滚提起要给他寻个师傅的事情。小家伙似乎还是挺乐意的，尽管2岁还差点，但是似乎懂得倒是不少。于是拜师的事情便提上了日程。这一日，
凤九和东华带着滚滚再次造访了折颜的10里桃林，恰巧白珍回北荒有事去了，折颜正闲得发慌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。这3个人来，尤其是那个小的，倒是个不错的解闷子的。哟，你们这一家子听说在湖里冻住了好些日子了，这是住烦了，跑我这儿来消遣来了。折颜笑着调侃道，还冲着点点头。折颜，我可是给你送宝贝来了。凤九也回以微笑，还故作神秘地说道，宝贝。折颜重复了一遍，让我想想，难不成你们2口子真的嫌弃这小家伙碍事，给我送来了？要说宝贝，我稀罕的还真的没有，除了你们家这小家伙，我是真喜欢。既然如此，那小儿就有劳上神费心了。东华亦微微欠身，点头道。折颜听到东华这么说，倒是吃惊不少，因为凤九一向会跟他闹笑，听听也就算了，可这东华帝君所言便不是儿戏，自然可当得了真的。所以他赶忙确认道，不是，帝君，你们这是……看吧，你就说的好听，真的给你送来了，你还不收？小滚滚，折颜不要你，我们走吧。凤九抱起滚滚，佯装要走。折颜见状，赶忙拦住凤九，我说，九丫头，你们这是说真的呀？折颜不可思议看着凤九和东华。折颜，卑鄙。小滚滚很不合时宜地冒出了这么一句，在场的3个大人开始一愣，后都笑了起来。折颜二话不说，将滚滚接了过去，骑在了自己的脖子，荡了几下。凤九更是点点头，当然是认真的，我们是来向请你收滚滚为徒的。帝君，果真如此吗？折颜倒有些不信了，放这个这么厉害的爹，还跑过来桃林让自己收他为徒，不能信。确实如此。东华笑了，点点头，滚滚，来，下来，到父君这儿来。好。滚滚点点头，居然拍了拍折颜的头，很认真地说道，折颜，我要下来。折颜将滚滚放在了地上，小家伙便跑到了东华身边。折颜，如何？我没有骗你吧？真是想求你收滚滚为徒的。东华蹲了下来，对滚滚说道，滚滚，你喜欢折颜上什么？小家伙歪着脑袋，眨巴着眼睛瞧了折颜几眼，而后说道，喜欢。那你拜他为师傅可好？东华接着问道，师傅是什么？小奶音稚嫩的可爱，问道。滚滚，你来，娘亲告诉你。凤九向滚滚招了招手，滚滚又跑到了凤九的身边。娘亲，师傅是什么？师傅啊，师傅就是可以教我们滚滚为人处事，仙法、剑术、棋艺，总之我们滚滚想学的都可以学。真的吗？那折颜会教我吗？滚滚指了指折颜，向凤九询问道。凤九蹲下身来，抚摸着滚滚的头，温柔地对滚滚说道，滚滚，自己去问他可好？但是你要记住，要有礼貌。是，娘亲。滚滚点点头，噔噔噔跑到折颜的面前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。请问，折颜，你愿意教滚滚吗？折颜被这小家伙像模像样的架势还真是愣住了，缓过神来，连忙扶起滚滚，好，教，你娘亲和父君都来了，我能不收吗？来起来吧，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，你可开心？我定会把我所会倾囊相授。凤九谢过上神。凤九也醒了个礼，有劳上神费心了。帝君客气了，我乐意。折颜看着滚滚这么讨喜的小圆球，自然是欣然接受了成为自己的徒弟这么一个事情。后来收滚滚为徒这个事，白珍还夸赞了折颜好长一段时间，那一段时间毕方老实得很，白珍也在桃林随折颜一并教着滚滚。当然这是后话。于是之后的2万年，滚滚一直待在桃林，琴棋书画、仙法、剑术均有了质的提升。折颜导师没有诓凤九，再加上白珍的监督，滚滚的异于常人的天分，老凤凰的本事导师学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是需要时间去精进。东华和凤九呢，自然也是太成功，狐狸洞轮着住，空闲了就会来桃林看滚滚，顺便给折颜和白珍做点好吃的，慰劳这2位功臣，日子过得倒也快得很。